近年在寄人上游啊、鱿鱼游戏等等的韩国影视剧当中，都可以看到主角生活在很糟糕的居住环境里，而这就是因为韩国的房价常年来居高不下，甚至越涨越凶。不过从去年中开始，韩国房价突然一路下跌，没想到很多的韩国人却说他们的生活过得更惨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韩国房市吧。嗨喽，大家好，我是志奇。韩国常年来都以高房价著称，尤其首尔房价甚至有着只涨不跌的传说，所以很多的韩国年轻人都会形容他们生活在地狱朝鲜里面，不仅买不起房，还只租得起环境糟糕的雅房、顶家或者是半地下室。不过从去年中开始，韩国房价却一路走下坡，不仅首尔房价跌幅超过了2成，还有包含了釜山啊、大邱、仁川等等各大都会区的房价也都出现了双位数的跌幅。吊诡的是，房子变便宜了，很多韩国租屋族的生活就陷入了更深的困境，甚至还有人被逼得走上绝路。那这集是我们的会员福利议题许愿池票选出来的题目，就要来跟大家聊聊韩国房价到底为什么涨了这么久？那为什么会突然的下跌？而房价下跌又为什么会让租屋族的生活变得更惨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常常出门但超讨厌大包小包拿一堆东西吗？末日旅行外套 ARK 由台湾顶尖穿搭品牌 PlayMe以及设计团队 All Rover 联手打造，外套拥有9个口袋，轻松的放入手机、眼镜、雨伞，甚至放 iPad 也没有问题。它可以正穿、反穿、当背心穿，再加上防泼水设计，1年4季都好穿。而且外套只有800公克，超级轻巧，不论是出国旅行、日常通勤都很方便。心动的话，马上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嘖官网购买商品，输入专属折扣码7777，再享200元优惠，一起穿上ARK，享受轻松出门的自由感吧。从韩国官方的数据看来呢，在近20几年来，韩国房价几乎是一直都在上涨。具体来说，主要有2轮明显的涨势，分别发生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还有2008的金融危机过后。那有分析认为，这是一来因为呢，在那2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房屋供给量在市场低迷下减少，而韩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推出了对房产市场比较宽松的政策。二来呢，则是因为韩国普遍把房地产当作累积资产的主要手段，所以后来经济复苏的时候，房价也就真的上涨了。那针对这个状况呢，2017年上任的韩国前总统文在寅就打出了居住正义的口号，说要让年轻人也买得起房，并且在任内推出了20多项打房政策，比如针对囤房的人提高房屋持有税，针对这个炒房过热区提高综合房产税，还有房产转让税等等。但是这一连串的打房措施呢，不仅没有起到效果，韩国的房价还越涨越凶。从2017年到2021年，韩国的房价涨幅就高达了20%。尤其呢是在拥有韩国约半数人口的大首尔地区，公寓的中位价格更是从2017年的6.9亿，以当时汇价呢换算大约是1900万台币，涨到了2021年9.8亿韩元，也就是台币2400多万。那韩国房价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狂涨呢？要解释这个状况就要先认识韩国特有的全租房。所谓的全租房是韩国的一种特殊租屋制度，房客租屋只需要借房东一笔押金，金额呢通常落在房价的5到8成之间，就可以搬进去住。全租房合约呢，一般为期2年，期间除了水费啊、电费之类的要自己缴之外，不需要再缴任何的租金。而且合约到期之后不续约的话呢，房东就要把押金全部还给房客。这就有点类似当铺的概念，房东呢可以靠着典当房子拿到一大笔无息贷款去投资做生意，而房客则不用给房东半毛钱就能够有免费的房子住。关键只在于呢要凑到那一笔庞大的押金。那韩国有不少的银行都有提供全租房房客专门的贷款专案，利息呢也往往比月租房的房租便宜很多，因此韩国的全租房相当普遍，也很受到年轻人的欢迎。2021年的报道指出，韩国的住宅自有率呢只有 56%， 租房的人很多，而其中呢又有6成左右的人是租全租房。那这个全租房制度跟房价又有什么关系呢？
要讲全租房是怎么样带起炒房风气的，就要先提到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低利率。从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呢，韩国的基础利率就从 4% 开始逐步的调降，到了文在寅任内呢，长期维持在 1.5% 左右，而且呢，在疫情爆发之后更是降到 0.5% 左右。那当房价长期处于涨势，利率又越降越低的时候，投资房地产理论上面就成了一笔稳赚的生意。所以近年呢，就有很多人利用全租房的制度，不断的买房跟投资。举例来说，如果有人把一间价值100万的房子全租出去，然后收到80万的押金，那假设房贷的头期款呢是房价的 20%， 他就能够再拿这笔押金再买4间100万的房子。如果呢他再把这4间房子全部租出去，他就能够再买16栋房子。循环啊往复之下呢，韩国就出现了很多拥有上百甚至上千套房的大房东。根据报道，2018到2022年之间呢，韩国最活跃的前30位买家合计就买了将近8000套的房产。在这个疯狂收购房产的过程当中呢，房价也被越炒越高，同时真正有买房需求的人也会因为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心理而恐慌买房，举债购屋，不仅呢使得韩国的家庭负债增加，更进一步的推高了房价。换句话说，全租房呢几乎成了一种无上限的杠杆工具，让投资客可以在房市好的时候把他们的收益放大无数倍。但是相对的，房市景气一坏呢，亏损也会以同样的幅度暴增。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呢，美国联准会多次升息，使得韩元对美元大幅的贬值，而韩国也面临严重通货膨胀。去年6月，韩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呢就高达 6%， 不仅比台湾的 3.49% 和日本的 2.4% 都高出了不少，也创下了韩国24年来的新高纪录。因此，后来的韩国央行决定跟进升息，基准利率呢就从2021年的 0.5% 一度涨到了 3.5%。那由于韩国有超过80%的房贷是浮动利率，所以房贷利息呢也跟着节节高升。根据韩国前5大银行2月发布的数据他们的平均房贷利率区间就升到了大约5到8%，而之前用全租房制度爆买了一堆房的房东，房贷支出也就一口气暴增了。此外，利率的增加更重挫了买房风气，导致韩国的房价全面下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从去年中到今年中呢，韩国全国的房价指数就跌了超过 8%， 而这也是自官方发布数据以来最大的跌幅。那房价跌了之后呢，也让很多的房客在租约到期之后决定不续约，想要赶快的拿回押金。但是房客退租之后，新租出去的全租房呢，押金又跟着房价一起缩水，让房东必须要自己贴钱补齐，导致他们的现金水位不断的下降。到后来为了凑出还给房客的押金，房东们只好低价抛售房产，最后让房价进一步的下跌。不过也有些房东发现呢，自己还不出钱，干脆破产倒闭，甚至也有人直接违约了跑路，而这个时候房客反而是受冲击最大的。以前韩国的高房价下，很多的韩国人买不起房，甚至呢只能够租破房子来住，使得许多年轻人干脆放弃结婚生子，对未来也感到很绝望。那现在虽然房价跌了，但很多人还是买不起房，甚至还有一些全租房的房客，因为这一次的房市危机遭遇到重大的困境。对于房客来说，全租房制度最大的风险呢，就是一旦房东破产、入狱或死亡，押金很可能就拿不回来了。而在这一次房价下跌之后，就真的有很多的房东申请破产，甚至直接卷款潜逃。报道指出，光是今年的上半年呢，韩国全租房房客控告房东不还押金的诉讼案就有将近2万起，跟去年一整年相比呢，增加了 60%。而且有些人租的房子呢，还因为房东破产遭到法拍，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更惨的是，很多人当初呢是跟银行贷款来付押金的，所以他们还是要继续还贷款。那在债务的压力之下，也有人被逼到走投无路。根据韩国媒体报道，今年韩国呢至少就有5名遭受损失的全租房房客寻短身亡。面对房市危机，韩国政府这几个月来陆续的松绑了之前的打房政策，并且推出了临时政策性贷款等等的措施。而韩国央行也在通膨相对缓和的状况之下，从2月开始多次的宣布冻息，让基准利率保持在 3.5%。后来，韩国房价呢也终于在7月小幅上涨了 0.03%， 结束了连续13个月的走跌颓势。到了8月呢，更回涨了 0.16%。
不过有房产分析认为短期内韩国房价很难真的大幅回升，因为他们认为这一次的房价崩盘呢，可能会根本上面改变韩国的租屋结构，让多数人不再选择全租房，而是改租月租房。而这就意味着短期内呢，还会有更多的全租房房客在租约到期之后不续约，那就势必会有更多的房东要抛售房产来退还押金。同时，美国联准会的决定也会是一个变数，因为要是之后美国又升息，韩国也会再度面临经济上面的两难。至于动息呢，会面临汇率的贬值以及通膨的压力，但是跟进升息又恐怕呢会在压低房市。以影响房价的因素来看呢，升息确实是一个关键要素。那去年美国联准会的快速连续升息，影响到的当然也不只是韩国。在通膨的压力之下，全球各国也纷纷跟着升息。因此，在整个欧元区还有加拿大、纽澳等等地方，抵押贷款利率呢也都上升到了近年的最高点。不过，全租房制度呢让韩国的房价对于利率特别敏感，因此这样的冲击也被放大了。那么在查资料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人会拿韩国的状况反观台湾，尤其近期台湾房价的这个涨势也有所放缓，所以也有人猜测台湾可能会是下一个房价雪崩的地方。不过我们看到有很多分析是持相反的意见，认为近期台湾的房价不太可能像韩国那样子大跌，因为从2021年到现在，韩国的基准利率升了 3%， 而台湾则升了 1% 左右，升息幅度呢相对的小很多。此外，台湾也没有全租房这样子几乎无上限的杠杆工具，所以会有连锁反应的几率也相对的低。那以我们精心制作这集哈来说，台湾房价的问题会更注重在房产的持有成本上。那这个状况呢，要解释起来也相当的复杂，所以有兴趣了解的话呢，也很推荐大家看看这集影片哦。好的，那最后呢，就想来问大家，你觉得韩国的全租房制度是好还是坏？ A， 我觉得利益是好的，让穷人可以用相对低的成本租到房子住。B， 不好，都被滥用成这个样子了，而且最后倒霉的还是穷房客。C， 有好有坏，我觉得有需要配套措施修补漏洞，避免房客受害。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韩国房市的问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湾房价问题以及首尔租屋困境的介绍。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